我只是给古代服徭役的工人每天提供无限量的拼好饭套餐，并且丧心病狂地要求他们每天必须干满8个小时，一周甚至只给2天休息时间。然而工人们却怕我衣服穿少了，染上风寒，贴心地强行给我披上了一件黄色的衣服。从那以后，剧情彻底失控了。我给他们一盒红烧肉，他们给我拉来了一支军队，我空投了一堆士力架，他们直接把敌国的经济给干崩了。我要让整个大楚没钱可赚。这是哪儿？我穿越了。丁，系统已绑定。初始福利：免费拼好饭套餐无限量畅吃。A 套餐1大荤3素菜 ，B 套餐2小荤2素菜 ，C 套餐1小荤3素菜，附赠可乐1瓶。这什么坑爹系统？公子，您忘了，我们还要去服徭役啊！您可是咱们的带队人啊！路途中您突然就晕倒了，队伍里连个懂医术的都没有，您硬生生躺了1天1夜，大伙儿都束手无策。没想到今晚您终于挺过来了。啊！啥玩意儿徭役？牛大，这啥地方？你给我捋一遍我是谁？外面那些人又是干嘛的？公子，您别瞎小的，您是咱们巨阳县的亭长啊！县令老爷下了死命令，让您亲自押送外面那50个壮丁去修陵墓。我，亭长，押送50个壮丁去修陵墓。对啊，小的牛大是从小伺候您的家丁啊，您全忘了。公子您刚醒，别是饿出噬魂症了吧？要不小的先去给您拿点吃的垫垫肚子。这是啥？回公子，是杂粮饼。咱们走了10几天，带的口粮早吃的差不多了。这2个还是我偷偷抠下来给您留的，您将就对付一口。等明天到了地方，就有官粮可以领了。丑是丑了点儿，但好歹是古代纯天然无公害绿色食品，真硬。这饼里不仅掺了麦须，好像还混着沙子。刚开始嚼，嗓子眼被涩得发疼。但凭良心说，嚼到最后确实有股子粮食本真的麦香。可这玩意儿偶尔尝个新鲜还行，长期吃我的牙非得报废不可。牛大，你怎么不吃啊？公子您吃我不饿，没事儿，咱们苦命人1、2天不吃饭饿不死。哼，巧了不是？老子现在别的不行，但唯独管饱这件事儿绰绰有余。我现在又干又渴，直接先来瓶冰可乐。提取 A 套餐和 C 套餐。来，你吃这个。公子，您这些仙人吃食是打哪儿来的？废什么话，让你吃你就吃。我还有事要问你，别饿死了没人回话。肉，白米饭，白米饭！看啥呀？你倒是吃啊，饭都凉了。公子，公子，你对小人真的是太好了，小人就是粉身碎骨，也不知以后该如何报答您的大恩大德呀！这特妈是有什么大病吗？一个10块钱还包邮的垃圾盒饭而已，搞得像我赐了他免死金牌一样。公子，这等珍馐，小人不敢僭越，这肉您留着吃。别，我胃口不好，吃不了太油腻的东西。你不吃我扔了啊！啊，别扔！啊！好吃吗？好吃，太好吃了！公子，牛大活了30多年，第一次吃到如此美味的东西，就算是天王老子吃的，也不过如此了吧？好吃就好。这边还有一盒，记得也全都干掉，1粒米都别剩。上前！厅长，他想跑，被我们捉了回来。我真没想跑啊，实在饿得撑不住了，就想在附近找点能填肚子的东西。你放屁！你分明是想借机逃走。丁老大，
连坐的规矩你心里清楚。你若是走了，咱们这50个人都要受牵连。这露出来的四肢，连皮包骨头这4个字都算夸奖了。这他妈是走进了18层地狱吗？你们这是要去扶摇役，站都站不稳了，风一吹就散架，到了地方怎么扛石头干活？厅长，您别看小人瘦，小人这骨头里藏的都是力气。走，带我去看看其他人。丁老大还装死，赶紧起身给公子带路。这零下好几度的冰天雪地里，这50个扶摇役的汉子竟然连个草棚都没有，只能像虫子一样蜷缩在一起，抱团取暖。你们今天吃饭了吗？公子，咱们赶路匆忙，县里也不给拨足口粮，大伙儿已经2、3天没见过一粒正经粮食了。那你们这几天靠什么活命？野菜，啃树皮，嚼观音土。贼老天！既然把我丢到这个操蛋的地方，那老子就不能眼睁睁看着这群人在我面前吃土。由大去维持秩序，让所有人排好队，准备开饭。吃饱了，咱们再算其他的账。自古以来，哪有押送官给咱们泥腿子吃饱饭的？突然给饭吃，怕不是断头饭吧？对啊，不会吃完就送咱们上路吧？哪来那么多废话？每人2盒。这是肉，还有绿油的大白米菜。就算是咱们巨阳县最大的地主老爷，逢年过节也未必摆得出这等席天面呐！这等仙人饭菜，这谁敢下嘴？各位，今天每人就限2盒，吃不饱也不多给。我是怕你们饿太久，猛吃把胃给撑炸了。等过几天身体恢复了，我保证管饱。高义啊，先生，先生高义啊！这群人脑补力不去写网文，真是可惜了。公子，大伙儿今天这脚步可比以前轻快多了，真就是吃饱了才有活人的精气神啊！哼，就这群病秧子，全发配北边山脚挖水渠，别在这儿碍眼。北边山脚那可是死地呀！慌什么？天高皇帝远，正适合咱们摸鱼。这边的管事脑子被驴踢了吧？用木头挖水渠，这他妈要挖到大汉牢国吗？公子，小人刚才去领官粮，不仅全是发霉的陈米，还被那些官差克扣了2/3。扣就扣吧，就算他们给金山银山，老子也不稀罕。庭长大人，小的是这儿的杂役刘青山，这片野地就是咱们以后干活和睡觉的地方了。您看，这几棵大树底下正好可以遮风挡雨。庭长，您说实话吧，咱们是不是要造反了？您给句痛快话，吃完这顿断头饭要杀谁？给句痛快话。谁他妈要造反？反个屁的反！只干饭不造反，都没配筷子，自己折2根树枝当筷子，给我赶紧吃！老天爷呀！大鸡腿、白大米，我丁老大这辈子第一次吃细粮啊！早知道服徭役能吃上白米饭，我全家老小都来修陵墓了。娘，您在天之灵看见了吗？儿子吃上肉了。厅长，您怎么在吃那个？把这等王侯才能吃上的珍馐都分给了我们，您自己却在寒风里啃那树皮糠饼，睡在大树底下，这事我绝对接受不了。丁老大，带上个人去附近给我找找有没有能助人的荣空，不管找不找得到，天黑前必须滚回来。得令，公子您就瞧好吧。公子找到了好地方，脚程也就1炷香的功夫。哈哈哈，丁老大眼光毒辣，去把大伙儿全都叫过来。从今天开始，这洞天福地就是咱们的员工宿舍了。哎，各位，明天就要正式开工了。既然我是带队人，那咱们就先立个规矩。在工作时间上，我原本准备实行8小时工作制，但考虑到大家现在的身体素质跟弱鸡差不多，我决定暂时改成6小时工作制。公子，
啥叫6小时啊？就是太阳出来了，咱们去干活；中午天热了，回来睡觉休息；下午太阳下山前不热了，再干一会儿，然后干5天活，休息2天。刮风下雨不上工，身体不舒服请假也不上工。这老天爷呀！自古以来服徭役还有休息的说法，这比在家种地还舒坦呀！哦，对了，差点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儿，每天3顿饭，管饱，顿顿发盒饭。公子，您说的管饱是真的吗？肯定是真的，就是伙食比较单一，基本都是一个大荤配3个素菜。说实话，我还怕你们吃腻了。公子，你是想给我们换？不腻，不用换。公子就大荤，只要有大荤就行。开什么玩笑？3顿管饱，有肉有饭，还能歇2天，这待遇谁看了都得流口水啊！就是。行了，还有最后一条，从今天开始，1个星期必须给我洗1次澡，保持个人卫生，这是命令。是。我的天，这咀嚼声比野狼护食还夸张，这都4个空盒了，真能炫啊！这肚子简直像要炸开一样，我真怕他们下一秒就爆体而亡。青山兄弟，拿着公子赏你的红烧肉套餐。怎么，不合胃口？阁下，你圈养如此之多的死士，到底所图为何？啊？养死士？这小子饿出幻觉，导致精神分裂了吧？兄弟，我既没有养死士，更没有掌控别人生死的变态癖好，我他妈就是个带队挖沟的。那你给我这所谓的盒饭又是何意？无功不受禄。我他妈就是看你饿得快脱翔了，顺手给你一口吃的。再说，这洞里所有服劳役的人都是这待遇，我强迫谁杀人放火了？对，公子不仅给吃肉，还让我们实行6小时工作制呢。来，既然觉得我在利用你，那别吃了。别，我吃。鄙人刘青山吃了公子这顿饭，此后愿为公子马首是瞻，肝脑涂地。我刘青山这条命就是你的了。古人真是不可理喻，对他好点，他立马觉得你要拉他去造反。赶紧吃吧，吃。糟了，是风寒发烧。在现代这是睡一觉吃2粒药的事，但在古代，一场感冒发烧是真能要命的。公子，你还会看病？略懂1二，现在不能拖。青山，你在此地做了3年小吏，这附近的山上可有黄精？有，但需要进深山去找。雨刚亭，你和牛大带上火把，就在洞口附近给我找，千万别走远，再找找有没有薄荷和七言哥。小时候家里穷，感冒发烧都是靠土方子，普通的小病我能对付，更何况我现在手里可是握着能降维打击的大杀器。药有了，但没有锅啊！咱们营地里连一块铁皮都找不出来。公子可是需要煮汤药的大型器皿。对，你有办法？以前这后山的营房养过鹿，有个废弃的石头槽子，不算太大，搬得动。没生病的人全都跟我走。提取150份 C 头大餐，把这些都倒进去。这味道好香啊！来，没生病的过来帮忙，把这药汤给发烧的兄弟灌下去，发一身汗就好了。这股神奇的暖意，这甜如蜜的滋味，公子，这是仙汤吗？喝你的吧，哪儿那么多废话，一天天一惊一乍。不得不承认，古人常年干体力活，底子就是比现代人好。这才刚发了一身大汗，脸色就肉眼可见的红润了起来。来，大乱炖了啊！汤汤水水的一起喝下去，去你们骨头里的寒湿。这老登来了就一直盯着我，完全看不出他到底想干嘛。啊，大叔，一路走来估计也没混上口热乎饭吧？
要不咱先吃点儿。原来外界的传闻，竟然都是真的。传闻？我才来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待了几天啊，江湖上就已经有歌的传说？不知公子如何称呼？罗布。原来是罗布公子，真是好名字，极具隐士之风啊！大叔，要不你还是先吃吧。就刚才打招呼这2分钟里，你肚子已经响了6次了。水主公子快人快语，那老夫恭敬就不如从命了。一路赶来，确实是有些腹内空虚。大叔，饭也吃饱了，你到底是谁啊？专门跑这荒郊野岭来找我有啥事儿？老夫名叫刘寇，是刘青山的父亲。听闻此地有散财救民的仙人出世，特意过来看看。仙人？得，100%是那天可乐熬姜汤惹出来的锅。大叔，这绝不是什么仙汤，估计都是误会。这玩意儿纯粹是我老家的一种日常饮品罢了。哦，日常饮品能有半个时辰便褪去高热风寒的仙法。唉，这特妈妈在古代真就是越描越黑。你尝一口，尝完就知道它是不是仙法了。直接喝。气贯山河，直冲百脉，顺五脏之气，行君臣之礼。公子，此等神物果然不是凡品。得，这下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罗布公子，老汉此番前来，还有一事相求。没事，可乐你直接带走，不用求。非也，老汉是希望犬子青山能正式拜入公子门下，为您效犬马之劳。他不是已经和我们混在一起，天天搁这挖水渠了吗？对对对，倒是老汉唐突了。公子，老夫临走前有一句肺腑之言相告。你说，天下就要不太平了。公子行事胸怀大义，又深不可测。若有朝一日，公子被这天下推着黄袍加身之时，千万别忘了今日在此地散饭救人的初心，对天底下的百姓好点儿。喂，大叔，你等等，什么黄袍加身？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讲啊！啊！时间在劳作中悄然划过了1个月，那50个原本骨瘦如柴的汉子，如今胳膊上竟也垒起出结实的肌肉，但随之而来的是一个令人窒息的问题：臭。这帮爷们身上的汗臭，简直就是天然的生化武器。再不想办法弄点铁器造点日用品，这日子真没法过了。哎，大半夜的不睡觉，搁这晃悠啥呢？公子，大伙儿吃饱了，身上有使不完的劲儿，夜里散散步。青山，这是怎么了？家里出事了？家父在朝堂上疾言四谏，劝阻皇上切莫在大旱之年大修陵墓。皇上震怒，将家父处以极刑。家母闻讯气急攻心，当场呕血而亡。我那年幼的妹妹也在乱军中走散，下落不明。就因为争吵2句，全家死绝了。这草菅人命的封建帝制真他妈的扯淡！活生生的人命，在他们眼里连蝼蚁都不如。公子，天下大旱，灾民四起。前天总工程处那边已经因为断粮爆发了大规模的暴乱，这把火很快就会烧过来，你要早做准备啊！暴乱？历史书上的农民起义，那可都是拿人头堆出来的血肉磨盘。家父绝笔信中交代，让我务必将这半块虎符交于公子，说您一定用得上。虎符？这玩意儿干嘛用的？家父生前暗中统领着一队300人的精锐骑兵，见符如见人，这可是能调动300骑兵的虎符。300骑兵，我要是拿了这玩意儿，在朝廷眼里，我不就成造反的反贼头子了吗？算了，今朝有酒今朝醉，先顾眼下。找个腿脚最快的兄弟，带上6合1套餐，现在立刻去总工程处那边摸底。切记，发现情况不对，立马撒丫子跑。公子，没活人了！总工程处那边全打起来了，地上的血把草都给沤黑了。心一横，富贵险中求。走，跟我去总工程处捡漏，重点找武器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啊！公子能做出此等震古摄今的千古绝句，固然绝非池中之鱼。少废话，去兵器库
别碰，死者为大。废墟里的搜刮简直就是一场零元购，粮库果然被抢得连老鼠都不剩。兵器库里也只翻出了别人不要的5把菜刀，只要是铁的，统统给我薅走。老天眷顾，在后院不仅翻出了4辆马车，竟然还找到了4匹还在低头吃草的活马。有了这玩意儿，运力直接起飞。你叫什么名字？你家大人呢？算了，吓傻了，留在这儿绝对活不过今晚，带上车回营业。怎么不饿？吃吧，我们大伙儿全吃这个，放心没毒的。怎么还哭上了？饭不好吃？我爹娘他们若是有这一口白饭吃，就不会活生生饿死了。你是说你家里人都饿死了？既然你爹娘把命留给了你，那你就好好吃，多多吃，带着他们的份儿，拼命活下去。这个肉，公子你吃。别，你自己吃。我这人吃不了太油腻的东西。哦对，旁边那个黑色的叫可乐，拧开盖子就能喝甜的。小丫头，你就自己吃吧。我家公子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他顿顿啃杂粮饼配那黑水，吃的可香了。我总不能告诉你，在现代社会吃粗粮才是顶流养生吧？兄弟们，天下要大乱了！第一，从今天起，徭役不干了，咱们全部转为生产自救。第二，准备大量干粮，有马车接应，大伙分批回去，把妻儿老小全接过来，咱们在这个溶洞安营扎寨。得想怎么存放盒饭了。哎呦我去！牛大呢？牛大哥看我进来，就悄咪咪的躲到前面去了。公子救命之恩，小奴无以为报。若公子不嫌弃，小奴愿意做公子的暖床丫头。啊！神他妈暖床丫头，这封建社会的脑回路真他妈绝了！公子是嫌弃小奴容貌碧丑吗？小奴虽贱，但目前还是清白之身。停！你叫什么？春妮。听好啊，春妮，你现在就好好吃饭，多运动。至于暖床丫头这种屁话，以后不许再提。我脸上写着老色批3个字吗？是，小奴懂了。唉，这破地方就她一个女孩，确实不方便去大通铺混住。这样吧，以后你就跟我还有牛大住帐篷这片区域，你负责打扫卫生、整理杂物，算作你的工作。真的吗？多亏了从总工程处零元购回来的那批铁锅和布匹，咱们这荒野求生的生活质量，终于从石器时代迈入了封建小康。谢了啊，春妮。这才像个营地嘛！大伙儿听好，今天开始干一票大的，给咱们这溶洞修条能跑马车的路出来。公子，防人之心不可无。这入树口，属下建议修成3条，2甲1针。真的那条路，咱们用藤蔓和枯木做好伪装，在部下连回路障。如此一来，即便有官兵或乱民搜山，想进这溶洞，也得扒他们一层皮。就按你说的办，够阴险，我喜欢。几天的功夫，一排排散发着清香的简易竹屋，在溶洞2侧拔地而起，彻底解决了男女隐私和蚊虫问题。紧接着，精巧的竹水杯、竹筷、竹筛，甚至竹床像流水线一样从丁老大手里变了出来。老丁，见缝插针，给我编个肚子大口子小的捕鱼篓子，哥带你们开荤。好嘞，没问题。这里就是海边啊！喂，你们会游泳吗？哎，公子，来都来了，不游个泳，简直对不起这大好河山啊！哎，公子，咱们都是北方旱猴子，不识水性。公子使不得啊！公子使不得啊！公子使不得啊！水里凉，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公子三思。对就对着我的屁股狠狠咬了一口。哎呀妈呀，这里的鱼都这么饥渴的吗？牛大，把老子的捕鱼篓拿过来。走你！我勒个去，上货了！小的放生，大的用草绳串起来。牛大哥，你之前不是说公子他是世外高人，平时连鸡鸭鱼肉都不屑一顾，
只爱啃杂粮饼的吗？或许是公子突然想通了，毕竟这么肥的肉，就是大罗仙仙来了，谁又不愿意吃呢？时间如同白驹过隙，转眼又过了1个月。大伙儿去湖边搞了几次大扫荡，后山的陷阱也成功捕获了3头野猪，整个溶洞营地彻底变成了大型食品故宫场。野猪肉干和鱼干挂满了洞顶的通风口，而我也利用系统将无数盒饭单独剥离，放在石板上烘干脱水，做成了干粮。你们的任务是跨越千里，回到郡阳县，把所有人的妻儿老小平安接过来。路上切记，千万别走大路，遇到流民和乱军，扔下东西保命要紧。食物要是吃完了，宁可要饭，也一定要活着回来。公子，您这心操的太多了。咱们以前都是些命如草芥的贱民，半块掺沙子的杂粮饼都能硬撑3天3夜。更何况现在咱们马背上驮着的全是一白花花的大米和肉干，手里还有刀。就算没了这些，咱们兄弟一路挖野菜、啃树皮，也爬得回郡阳，把家眷给您带回来。出发！老子在这个山头备好酒肉，预祝各位兄弟凯旋！驾！拿起弓去！公子，您怎么了？您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没事，做了个噩梦而已。咦，随机口味袋装方便面1包，这玩意儿还有下拉菜单。1套餐均用高能量压缩饼干2包，矿泉水1瓶。我操！如果说之前那些白米饭、压缩饼干肉只是让我当大地主，那现在这方便面和压缩饼干在这个冷兵器时代，就是妥妥的降维打击啊！老天爷，你不会真想逼着我去造反吧？公子，您别吓小奴啊！怎么了？尝尝，这是什么好东西？也是一种饼，你把它当成你们平时吃的野菜干粮就行。哎，打住，别吃太多。公子，小奴知错，剩下的还给您。我不是抠门，我是说这饼它特别邪门，它遇水就会膨胀，吃一小块就能顶大半天。你一次吃多了，肚子会胀破的。哦，公子，这是仙界的食物，对不对？啊，对，老牛逼了。闻一闻能活360岁，吃一口就能活47000年。算了，误会就误会吧，反正现在整个营地都觉得我是仙人，狮子多了不愁咬。公子，大事不好了！外面来了一伙土匪，已经把咱们溶洞给堵了。什么玩意儿？土匪？不是，咱们入山口不是修了3条路，还布了那么多陷阱和路障吗？他们是长了翅膀飞上来的。小人也不知啊，那帮人邪门的很，对咱们布下的那些障眼法和机关了如指掌，直勾勾的就杀进来了。好在目前没有伤亡，只是他们领头的当家放言说要见您。见我？这就是所谓的土匪。说句难听的，我打个稍微大点的喷嚏，估计都能吹倒3个。行尸走肉这4个字用在他们身上都算是极高的赞美。今日我等路过宝地，实在是饿得走投无路了，想跟当家的借点粮食。若是同意，大家秋毫无犯，好聚好散；若是不同意，行啊，想借粮简单，你们随便挑个人出来，跟我身边的牛大掰个手腕。赢了，我这洞里的粮食管够；要是输了，有多远滚多远。老鬼你上，掰赢他，咱们就有活路。当家的，瞧好吧。别比了，你比不过我。别待会儿把手腕给你撅折了！狂妄，比都没比，你怎么知道赢不了？来，你先拧断他看看。好，他算一个，那我们俩比，一局定输赢。行，既然你求虐，那成全你。你这块青铜虎符是从哪儿来的？说！敢有半句假话，老子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也要把你剁碎了喂狗！朋友给的。哪个朋友？不说清楚，别怪我刀下无情！刘青山，滚出来！公子怎么了？你认识他吗？你是谁？在下刘青山。声音发颤。刘寇刘大人，是你什么人？正是家父。仙人啊，主公啊，小人可算找到您了。你们是刘寇老先生魔下的骑兵？是，小人叫马进武，是寇老麾下骑兵2营的校尉。
寇老在朝堂出事后，那狗皇帝就派我们去镇压云州的叛军，可名义上是镇压，实则是断了我们的粮草马匹，想借刀杀人啊！我骑兵主将战死沙场，将军临死前让我们带着剩下的残兵拼死往陵墓工地这边逃。主将大人他说，寇老留了话，只要在这里找到一位仙人，把命交给他，咱们兄弟就能活下去啊！等等，既然你们都是刘老先生的部下，你怎么会不认识他儿子刘青山？您看他现在脸上全是肥膘，油光水滑的，这走在大街上，谁他妈认得出来呀？原来如此，将军死前可曾告诉你，寇老将你们托付给我的事？说了，愿为公子赴汤蹈火，在所不辞。愿为公子赴汤蹈火。算了，既来之则因之。有大，开仓放饭。是，仙人，我等败军之将，实在不配享用如此高档的仙家珍馐。只要仙人能赏几个野菜饼子，兄弟们就心满意足，愿为您死战了。马大人，您就放心大胆的吃吧，在咱们这儿，上到公子，下到扫地的全吃这个。过节的时候还能加个鸡腿呢，您真不必担心受怕。对，敞开肚皮吃，以后要你们卖命的地方多着呢。现在当提前发安家费了。好，这饭我马进武吃了。从今往后，我们骑兵团上下100多号兄弟的命，就全交在您手里了。您指哪儿，我们打哪儿。停！大家听我说，吃好饭好好过日子才是正道，不要整天把他打打杀杀挂在嘴边。还有，老子不是什么仙人，我就是一个想要种田的小老百姓。从今天起，不许叫我仙人，看见我也不许下跪，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仙人。这辈子终于吃上没掺沙子的白饭了，肉是红烧肉啊！老马，我这几天死活想不通一个问题，我们布下的这些陷阱和障眼法，怎么说也费了挺大劲。你们当时到底是怎么做到不伤一兵一卒，连根毛都没触发就摸到溶洞门口的？公子，你有所不知，这障眼法本就是战场上用来防大规模冲锋的一套奇阵，正是寇老当年亲创的。我们骑兵团全都要把这阵法背得滚拉服熟。小人一开始也很奇怪，这荒郊野岭怎么会有人布寇老的阵法？好奇之下才顺着生门摸了进来的。搞了半天，刘青山这小子把亲爹的专利嫡系部队，这就是命啊！啊，怎么回事？嫡系了？公子回来了，您派出去的那4个兄弟把人带回来了。真回来了。公子，人我们都带回来了。好，辛苦兄弟们了。路上没吃大亏吧？没吃亏，就是路过老母猪山和几个劫道的山匪发生了点小摩擦。这一路讨香太不容易了。刘大，立刻开仓，安排所有人吃饭。是真的，大米饭真的是大米饭啊，还有肉。老朽是平里乡的保长，名唤孙毅。哎呦，老先生，快起！我这年纪可受您这大礼。先生救万民于水火，便是圣人在世，也不及您半分高义呀。这老头说话滴水不漏，这他妈绝对是个混过官场的老狐狸，估计段位不比刘寇低。孙老严重了，您看这样，您先去吃饭，等吃饱了咱们再聊。这一路逃荒，您可别再硬扛着晕过去了。对，公子所言极是，先吃饭。这次总共带回来多少人？回公子，连同我们在内，共计317人，途中饿死病死5人，食到312人。公子，我们本只去接家眷，但消息走漏，乡里实在活不下去的饥民死跟着我们。公子若要责罚，就责罚我一人，是我擅作主张。责罚你干什么？生而为人，哪有见死不救的道理？多几百张嘴而已，我这还供得起。去，帮着把大家都安顿下来，地上必须用火烤过，出事再睡。公子，孙老曾与家父同朝为官，只因看不惯当今圣上的奢靡，上书死谏，结果被后宫的家族势力诬陷谋逆，革职还乡了。果然这老头肚子里全是墨水和算计。老朽直言，如今营地一下涌入几百号人，人心隔肚皮，是否该一一排查造册，以防宵小钻空子？这事儿就拜托青山和孙老多费心了。不过眼下有个更要命的问题，咱们溶洞里的被褥、布匹、布鞋全被消耗光了。孙老见多识广，可知这附近哪里能大批补给？公子这有何难？哦，先生请教。抢！好家伙，
表面温文尔雅，肚子里全是烧杀抢劫。我们前方不远有座老普珠山，山上那伙土匪勾结官府，鱼肉乡里，如今更是变本加厉，抢他们乃是替天行道。可是土匪都是亡命徒，很凶残的，我们打不过。公子，您对您手下那100多号正规骑兵营的战斗力是不是有什么误解？万一有伤亡？据说那山寨里养有战马20余匹，但是我怕他们常年搜刮民脂民膏，所谓过冬的被褥、衣物、布鞋，仓库里堆积如山，不计其数，就怕弟兄不熟。而且他们大当家的有个特殊的癖好，他极度喜欢收集黄金。黄金？去他娘的仁义道德！奉天承运，罗布诏曰，我们路过老母猪山，天杀的土匪竟然敢对我们动歪心思，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天决定了，干他丫的！我还以为公子您终于想通了要造反呢，原来只是去打一窝土匪啊！这事儿简单，公子给我4匹马，我点8个兄弟，4天之内我把他们山头连根拔了。大哥，对面是坐地虎啊，几百号亡命徒，你千万别拖大呀！哼，什么亡命徒？一群连阵型都不会排的乌合之众，要不是背后有官府撑腰，我麾下一个小旗就能把他们平了。这可是仅8个人，会不会太草率了一些？公子放心，绝对足够了。你是不是傻？我的意思是，8个人怎么可能搬得完那仓库里的黄金和被褥啊？孙老不是说他们山上有20匹马吗？难道不够驮？哎呦我去！看来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正规军和土匪的战斗力存在严重的认知偏差。走，大伙们，带你们去搜刮老母猪山！这就是老母猪山啊，看起来也不怎么样。兄弟们，给我上！把这里的东西搜刮干净，都带回去。不是说这老母猪山的大当家是个收集国吗？怎么就这么点私房钱？我的好公子哎，这可不少了。就这箱黄白之物，随便放在哪个县城，那也是比地主老财多富流油的存在啊。也对，毕竟是古代，又没有印钞机，能有多少财富沉淀？行吧，你们兄弟几个拿去分了吧。这破铜烂铁的，我也没啥用。公子万万使不得！您救了我们骑兵团上下100多号人的命，替您打个土匪，那叫举手之劳。这等重金，小人们是万万不敢收的。公子，您这是在折杀小人啊！废什么话，让你拿你就拿呀！老马，你下次能不能别没说2句话就磕头？听着，你带着这帮兄弟出门，那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在生死场里滚了一遭。你做主官的，打了胜仗却不给下属发真金金银的奖励，以后这乱世里，谁他妈还愿意给你卖命？公子教诲的是，这些足够打赏兄弟们了，剩下的公子留着采购物件。毕竟如今营的里几百张嘴要吃饭。这根你自己留着买酒。牛大，滚进来！公子，俺来了，把这箱钱给刘青山送去，告诉他，看这荣里缺什么，就派人下山去采购。钱嘛，就是用来花的，不花出去的钱叫废铁。是。加上之前缴获的，我现在已经有足足9匹马的规模了。史书说万圣之国就牛逼的不行，等老子也攒够了1万匹马，岂不是？神经病啊！我一个成天想着混吃等死的社畜，脑子里为什么会突然冒出什么国不国的念头？国的念头，好可怕的封建童话力啊！不行了，再这么住下去，老子迟早得被熏死在这儿。孙老，跟你商量个事儿，我打算换个地方住，这溶洞实在待不下去了。公子，终于要开始了吗？对啊，开始找新房子，你帮我参谋参谋，咱们400多号人换个什么地界居住比较合适？鄱阳，此地依山傍水，进可攻，退可守，历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定都于此，大业可期呀，公子。停！什么兵家，什么必争，谁他妈要去打仗啊？我就是嫌这里上厕所太臭了，想换个空气好点的地方，建个大点的房子而已啊。原来如此，上兵伐谋，暗度陈仓。
公子借寻新房之名，行屯兵之实，高，实在是高啊！高你大爷！青山，你是个实在人，你听我说，咱们换个地方，选个地界，建个大点的新房子，把这400号人搬走。公子，苍天有眼，我们终于是要开始了吗？好好活着不好吗？为什么他们一天到晚不是想着打劫，就是琢磨着造反谋逆呀？大半夜的，你们披坚持月的不睡觉干嘛呢？回公子，兄弟们吃的太饱，溜不溜食？看公子今日的举动，大业终于是要拉开回幕了。是啊，再不罚我都要疯了！天天吃着神仙般的白米饭，顿顿吃鸡腿，寸功未立，我这心里慌得整宿睡不着啊！谁说不是呢？大伙的刀都磨卷这儿了。可是今日看公子的神情，似乎还是有很大的顾虑，迟迟不肯挑明。那是因为他在等一个借口。借口？对，借口。像公子这等先人将士，行事必是顺天意，利民心，心存善念。所谓天时地利人和，而如今咱们兵强马壮，粮草充沛，唯独借口，就是一个能堵住天下悠悠众口，名正言顺的借口。可是什么样的借口能让公子名正言顺的起兵呢？伪造的借口始终是假的，万一被外人发现，岂不是真真假假有何关系？只要天下的百姓信了，那假的也是真的。接下来咱们便如此行事。挖到了深物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定。公子天命。能不能别特他妈这么幼稚？你们当我是3岁小孩吗？那狐狸的口音我都听出是老马了，还有那石人刀痕还是新的，都是成年人，谁会信这种劣质的封建迷信？哼！公子，这都是老天爷的旨意啊！您就是天命所归。搞毛线啊！这帮人为了逼我造反，简直是丧心病狂啦！公子，外面有位自称是鄱阳城父母官的瘦小老者主动求见。这还是我们在山里安营扎寨以来，第一次有官方背景的外人主动拜访。老先生，尝尝我家乡的饮品，风味独特，提神醒脑。公子，这饮品当真是霸道的紧，别具一格啊！老先生没吃饭吧？来得仓促，途中为了躲避乱军，确实2日未曾进食了。粗茶淡饭，老先生别嫌弃，趁热随便对付2口吧。公子高义，在这等乱世，能有一口糙麦果腹已是奢望，老朽怎敢嫌弃？看来外界的传闻都是真的。啥传闻？传闻公子高义身怀仙家之术，救万民于生死。果然，这读书人说话就是中听。行了，老先生赶紧趁热吃吧。老朽赵存善，偏为鄱阳城县令。听闻先生有意寻个新处处，正巧我鄱阳城如今海纳万民。这不是因为那个老神棍推荐的兵家必争之地吗？真是打瞌睡碰上了枕头。赵老，天色都不早了，山里夜路不好走，今晚就在我这儿凑合一宿吧。随行还有2名贴身护卫在山下挨饿，不知能否……嗨，这事儿闹的，既然赵老今晚留下，兄弟们自然也不能受冻，给他们在旁边安排个营帐歇歇。哎，赵老先生，你是不是有难处？有事尽管说，以后搬去鄱阳，少不了要您多关照。公子，我鄱阳城大旱欠收，加之朝廷赋税如狼似虎，如今城内已是易子而食，百姓饿殍遍野呀！老朽厚颜，恳请公子施以援手，救救满城百姓。这地套套餐不就派上用场了吗？等着，盖上盖子，焖3分钟。尝尝。哇，这是老夫有生以来吃过最不可思议的面食，太美味了，太美味了！公子，您的意思是
您能赏赐我们一点这种鲜面吗？一点怎么够全城的老百姓塞牙缝？我手底下现在有9匹大马，4辆大车，全部装满，给你们拉9车过去。先暂解燃眉之急吧。公子高义呀！古代人真是不补钙，动不动就跪，烦死个人。牛大，立刻去把孙毅和刘青山给我叫来，准备商讨整体搬迁牧羊的事宜。孙毅不愧是在朝廷中枢混过的老狐狸，从行军路线到物资分配安排的井井有条，倒是给我省了大把的脑细胞。老孙、青山，搬家归搬家，那些石头人啊、会说话的狐狸啊，以后给我少搞点这些封建迷信的玩意儿，害人害己。别以为我不知道是你们在背后捣鬼。公子教训的是，属下绝不敢擅自造次。自然，自然。不过公子啊，古语有云：“天降祥瑞，皆是天意。”这天意若是到了，也是人力所不能及呀。你大爷的，队伍大了，这帮人是越来越不好带了啊！乖乖，这地方好大呀！公子，这蒲原城可不是一般的州府，此地乃是前2个商朝的建都之地，城墙基石里都沁着龙气呢。难怪这底蕴看着就不一般。不行，这算什么房子？公子，仓促之间只能让大伙先将就几日。我已经联系好了工头，从明日起便带领大家夯土机、烧土坯，正式盖房。进度要快，务必在雨季来临之前，让所有人都有个遮风挡雨的砖瓦房。公子，您可算来了。看着这老头激动的模样，我突然想起蓝星那句灵魂老成：“来了，老弟。”您歇息的住出来，下官早已为您安排妥当，请随我来。哼，要说办事，还得是体制内的老油条专业。毕竟我这骨子里是个现代人，对睡露天和帐篷有着本能的抵触。乖乖，这占地地面积都快赶上小半个故宫了吧？住这儿，住这儿。正是此地。老赵啊，我确实是想住砖瓦房，但也没想住皇宫啊，这也太大了。我感觉我这点微薄的福道根本镇不住这风水啊。有没有小点院子？或者干脆把大伙全喊过来一起住，省得盖房子了。我看这地方塞个千把人都没底啊！公子救我全城百姓性命，区区一座旧朝行宫算得了什么？这房子乃是身外之物，更配得上公子的身份，请公子万万不要推辞。公子无需担心那些平民，夯土盖房不过是月余的事。至于这偌大的宫殿，公子放心，不用太久，这里自然会有很多人住进来的。什么意思？这破地方还能招商引资怎么的？睡在这结实的雕花大床上，也听不到半声该死的蚊子叫了。啊，进城的感觉真特喵爽！老孙，4个发饭点立起来，规矩定死，1人1盒，不准多给，杜绝囤积。骑兵团散出去，挨家挨户摸牌，病重下不了床的直接送饭上门。前面对几十号人，我能大手一挥，潇洒无比。可面对整整1城的灾民，我的天，我到底是来当救世主的，还是来把自己累死的？提取，再提取100份。哎呦我操！哎呦我操！哎呦，不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么发盒饭不是长久之计。等熬过这个冬天，来年开春后，必须组织大伙春耕种地。赵老，你看，我们大部队也来了这么久，你是不是帮忙把名号的问题给解决一下？名号？对啊，就是名号啊！你想啊，我们这几百号人跟着我从深山老林里出来，总得落个名册吧？有了名号以后，不管他们是经商、种地还是做手艺，起码在城里是合规的。你说对不对？这看似风轻云淡的背后，究竟暗藏着何等惊天的试探？下官明白了，公子深谋远虑，下官今夜便去安排。到了今天这一步，也是必然了。公子今日问我索要名号，我便知道该来的终究还是来了。当今圣上荒淫无度，今年大旱，流民四起，饿殍遍野。这高位自是有德者居之，公子终于不再隐忍了。可是现在咱目前的还是定国号数反期，会不会引发朝廷大军不必要的围剿？老马，你懂个屁的天下大事！老夫这段时日早就暗中联络了诸对朝廷心灰意冷的当朝大员，人家咱们这面大旗一竖，国号一出，保证天下豪杰云集，人满为患。可是各位大人，咱们把公子架上龙椅，他会不会不乐意啊？糊涂！公子既然主动提出名号，便是在敲打我们。咱们嫌上了布公子这条船，就只能一条走到黑。春妮，老赵他们脑子里装的什么？这颜色我也忍了，可这上面的刺绣、雕龙画凤的。公子，孙老先生说这是您特制的正装，过2日要开大会商讨大行动，让您务必穿得正式气派呢。行吧，行吧，我将就穿穿吧。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公子，时至今日，天下苦前地久矣，我等愿追随先生，成就千古霸业。不是，大家不要开玩笑，这一点都不好笑，造反会死人的好不好？我穿越自带的系统是盒饭啊！先生以前在溶洞久居，有巨狐口吐人言，开城门迎先生。先生来了不纳粮，正因有这样神奇天象，我才带领全城的百姓追随先生啊！公子所住溶洞旁的竹林，曾没到10人2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现在这块石头还在，有人捕鱼回来，从鱼肚子里，皇天当立，遂在天下大吉。天命难违，天下百姓期盼着公子啊！不是这事我，哎呦，公子，我等生于乱世，难逢明主。今日公子若拒绝，我等在这世上也无任何期待，唯有一死。难怪古时上殿面君不能带武器，这制度有道理啊！眼下这情况，我若不答应，估计就血溅无补了。没办法，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唉，既然大家都如此苦苦相劝，朕就勉为其难的当这个皇帝吧。不对，卧槽！以外人的眼光看，是我在演啊。886年，罗布自立为帝，改国号为罗，建都鄱阳，史称大罗先帝。神他妈大罗先帝，这名字要是没经过这帮老狐狸的提前密谋，我今天倒立洗头。吾皇万岁！臣斗胆请奏，当举众人之力，商讨一下咱们大罗的开国国策。臣等附议。都说创业初期是个草台班子，我这算什么？水货班子大本营吗？好歹我也是受过现代9年业务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新人类，既来之则安之，不就是当个封建王朝的皇帝吗？就当自己开了家大型创业公司，我是 CEO 就行了。如今这局势强敌环伺，我的建议是大家先猥琐发育。吾皇万岁！臣等才疏学回，这猥琐发育是何等高深的治国之道！口误，口误！所谓猥琐发育，就是韬光养晦，广积粮，换称王。可是，哎呀，你他娘的是不是出门没吃药？哪来这么多反对意见，唧唧歪歪的？你不想吃盒饭了，别连累老子！记住，第一，吾皇永远是对的；第二，假如吾皇错了，请他娘的参考第1条。我有病啊！我他妈有病啊！我他妈是真有病啊！那边怎么了？你刚才想说什么我都没听清。下官刚才说吾皇万岁，就是韬光养晦极好。那你怎么走路歪歪扭扭的？受伤了？没有，臣刚才一听盛言，心中过于激动，不小心自己跌倒。好家伙，这察言观色、拿捏领导意图的本事，简直是天生的职场王者啊！哎，这位大人，你叫什么名字？下官康存民。康大人，团结就是力量，不是饭量。如果你们有好的建议，却因为害怕而不敢说，吃亏的是我们在座的所有人啊！当今灾荒肆虐，百姓家中种粮早已吃尽，想要韬光养晦，仅仅恢复农业生产都是万般困难。怎么说？难啊，皇上。家境富裕的或许会囤积谷种，可即便种了，百姓还要吃饭，两边此消彼长，起码要3年的光景才能勉强恢复往日的大半。要是结出来的粮食不吃，接着当种子种呢？若真能如此，1年便可恢复鼎盛。看他们瑟瑟发抖的微表情，我就想笑。老子手里握着无线外卖系统，粮食这种东西，只要我愿意，一道政策就能让这些囤粮的地主老财倾家荡产。不过饭要一口吃，合作共赢嘛。我需要做的只是杜绝为富不仁，还没必要一上来就掀桌子。康大人主管生产，还会种田？启禀吾皇，下官不光懂得种地，果树育种、畜牧养殖皆精通无比。我去，这特么简直是个古代的农业科学家呀！这孙毅不声不响的，到底帮我忽悠来了多少满级牛人啊！吾皇万岁！臣进言，当下当议国土城防建设。我一听头都大了，这特么的不聊个3天3夜能出决议？这都快中午了，肚子都饿了。国事繁重，也不急于一时，先吃饭。这么久了，要上厕所的也赶紧去解决一下。20分钟后，咱们大殿外开饭。上朝上到一半去，这成何体统？而且啥叫厕所？都没听清圣意吗？想上厕所的赶快去，20分钟后开饭，就是皇上准大伙出更了。这上朝上到一半，皇帝带头下令带薪拉屎的，这上下5天年，估计也就我这一家独一份了。小人福喜，叩见吾皇。福喜是吧？太监。回吾皇，小人现在还不是。但只要吾皇一句话，小人可以是。停！千万别！你要是敢近身，老子立马开了你，把你赶出皇城。哼，你小子机灵，以后你就是这皇城的大总管了，常伴我左右吧。吾皇万岁！吾皇万万岁啊！奴才一定为主子肝脑涂地。趁着大臣们还没回来，赶紧提前取点盒饭出来，不然被大臣看见我这大罗先帝凭空编误的传言，怕是还会继续发酵。吾皇可是觉得有体统，想赐下桌椅。禀吾皇，库房倒是有桌椅，但在西边偏殿，现在派人过去搬的话，起码需要3炷香的功夫，饭菜该凉了。嘿，绝了！这小子不光是蛔虫成精，还能瞬间分析出利弊，给出备选方案。这种高级职场人才，也不知道孙毅那老狐狸是从哪个犄角旮旯挖出来的。算了，传旨，
今日特事特办，大家将就着坐地上吃吧。那啥，外面站岗守门的几个小哥别站着了，全进来领盒饭。感谢吾皇赐食，感谢吾皇赐食，感谢吾皇赐食。烦死了！福喜，记下来，以后在这皇城里，必须把这动不动就下跪的破规矩给我废了，太他妈耽误干饭了。老康，你结婚了吗？吾皇结婚乃是何等深奥的政政，就是问你成家了没，有老婆孩子没？哦，回吾皇，微臣已成家，育有一犬子，今年刚满8岁。这个你带回去给孩子吃。这么大的小孩抗拒不了甜食，你先替孩子验验毒，尝尝味道怎么样？吾皇，此等神物竟如此香甜美味，微臣自出世以来未能见过此等仙家美食啊！嗨，什么仙家食食，就我老家的一种特产干粮，叫压缩饼干。不过你记住，这玩意儿绝不能多吃，遇水长肚子。小孩要是没吃饭，最多吃1块；要是吃过饭了，只能零嘴吃半块。听见？老家传言，吾皇乃是9天之上的大罗金仙将士，看来果然是真的。这绝对是仙界的贡品啊！微臣带犬子叩谢吾皇赐下仙食。行了行了，赶紧吃你的吧。吾皇万岁！臣这儿有个关于城防的10年规划，不出10年，我大越国的城防必然是固若金汤啊！这一大堆莫名其妙的官员像打了鸡血一样，双眼放光，那眼神根本不是在看我这个皇帝，而是在看一个人形自走的小卖部。他们是想提意见吗？这是看到康村民凭着大实话捞了一堆仙家美食，一个个红了眼。这帮文人捞起好处来，脸皮比城墙还厚。行了，静，都不用讲了。回头每人5包压缩饼干，今天下班的时候统统去福喜那儿领。敢问吾皇，这下班是何等神圣的仪式？就是下朝，退朝。另外，孙毅、赵存善、葛林、蔡无一，给老子出列。以后你们4个就是内阁大臣，所有的破事儿你全部先过一道，别啥都往我这儿递。臣等遵旨。这场鸡飞狗跳的朝会可算熬过来了。当甩手掌柜果然是 CEO 的终极归宿啊！老赵，接下来有大批物资要放，城里能装东西的大型仓库有几处？回吾皇，城内共有5处大型粮库，只是连年大旱，这5处早已空空如也。空了正好，3日后把城里所有的马车集中起来，来我这儿进货。微臣遵旨。走，带我去这皇宫里的库房看看。吾皇，那地方杂草丛生，荒凉的紧啊！少废话，带路。你会武功？回吾皇，奴才会一点点。那你武功到底高不高？也不算太高。不算太高是多高？也就差不多3层楼那么高吧。我去，在这个封建架空世界里，该不会真有什么一剑断将的武林高手吧？那我的外卖系统还能苟得住吗？在没有钢筋水泥的古代，竟然能盖出如此夸张的木石结构建筑，老祖宗这基建狂魔的基因真是不服不行。行了，我就在这库房里待一晚，你先退下，明天早晨再来接我。奴才遵旨。吾皇，难道您真的是9天之上的大罗新仙？少拍马屁，赶紧通知赵存尚和马敬武，让他们带车队来装货，把城里那4个库房全给我塞满。自从见识了你那3层楼高的武力值后，本皇安全感爆棚。走，陪我微服私巡去。吾皇不可啊！你若有个3长2短，成何体统？都给我撒手，让吾皇体察民情。皇上万岁！老丁，别紧张，吃饭没？还没吃呢。哈哈，那正好，我们先吃饭，吃完再聊。公子不可不可，以前都是被您照料，小民无以为报。今日您大驾光临，这顿饭必须由小民来请您吃。好，那我今天就在你这儿好好吃一顿大餐。孩他娘，快把灶台烧热！公子您稍等，我去川外挖点最新鲜的野菜。公子久等了，这可是小民家里最拿得出手的绝世美味，您快尝尝。这不煮的老坛酸菜方便面吗？老丁啊，
这就是你说的绝活，方便面啊！公子，这可是我跟城里做饭的菜长讨教来的独门手艺，快尝尝。我操，要命啊！这他妈是方便面！这碗面里被丁老大加入了大量不知名的野生香料，这些纯天然野菜中和了那种工业香精的油腻感，让整锅汤头的层次感瞬间发生了核爆级的升华。这破面条居然硬生生被拔高到了米其林级别的口感。公子，味道如何？老丁，你这手艺简直绝了！你彻底颠覆了我对方便面的认知啊！嘿嘿嘿，公子爱吃就好，多吃点。相比于大鱼大肉，我还是对这种纯绿色健康食品情有独钟。公子，您再多吃几碗啊，是不是嫌糙？我这肠胃就这样，吃一点就饱了，没那个享清福的命啊。公子若是无福之人，怕是这天底下个个都是倒霉鬼了。这老丁进了城之后，连说话都有水平了。老丁，这面料包就那么小小一袋，你加了这么多水和野菜，炖了满满一大盘。公子有所不知，咱们这鄱阳城盛产盐，盐价本就不高，加上前阵城里那位新来的大人，挨家挨户的给咱们发盐发粮，所以这菜啊，自然是有滋有味的。鄱阳产盐还有人送盐，原来是这样啊！听当家的说，公子最爱吃俺们这儿的野菜饼，这是民妇亲自烙的，公子带上路上吃。这盒饭放不了太久，你们留2盒，剩下的分给街坊四邻。至于这绿色的饼干，切记一次性绝对不能吃太多，遇水会长肚子，会撑死人的。公子使不得，这太贵重了，小民何德何能，万万不敢说话。大老爷们磨叽啥？都熟人。公子您等我一下，还有个事儿。什么事儿？你说。您千万等我一下啊，千万别走。公子，他们4个是我远房亲戚家的孩子，至今都未许配人家。公子若是不嫌弃，可全带回去。早知道放下饭就该溜了，现在被人堵在院子里，进退两难。这4个姑娘确实眉清目秀，除了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瘦了点儿。哈哈哈，老丁啊，这个不行，不要随便替人家女孩子做主。小女子愿意的，我也愿意伺候公子。我愿意，奴家愿意。苍天啊，自己挖坑把自己给活埋了，这叫什么事儿啊？福喜，你这狗奴才平时不是挺懂朕的吗？快他妈出来救驾呀！对了，你们叫啥名字？小红、小花、小绿、小叶。这起名风格怎么听着都这么像洗浴中心的社会摇呢？4位姑娘，咱们先别急着谈将娶，你们要想清楚，皇宫虽然大，但一入宫门深似海啊！想想看，你们远离父母亲朋，每当月圆佳节，只能凭栏独倚，那是河州蓑笠翁的惆怅悲凉雪。姑娘们，深渊在前，切记要慎重。天哪，公子好绝子！公子的文采，这意境太深远了，好凄美的诗。公子平时一定极其温柔的人，奴家更倾慕公子了。完蛋了，这下特么的是真走不脱了，谁替妈来救救朕啊！公子若是不收留，我们回去也是被爹娘打死，与其被卖给七老八十的员外做妾，不如今日就死在公子面前，以证清白。这是彻底被拿捏了。丁老大这表情，简直比自己亲儿子中了状元还要灿烂。啊！快看快看，那是新来的皇上哟！皇上好兴致啊，一口气纳了4个。不是说吾皇是仙界降世的神明吗？神仙居然也有世俗的男女之欲。我他妈到底是造了什么孽呀？这浩浩荡荡的游街总算结束，吾皇回来了。今日微服私访视察门行，可还顺利否？哼，这老家伙绝对是故意的。吾皇，老臣家中也有一孙女，明日一早，那可臣便将她打包送进宫来伺候吾皇。爬，给老子爬！吾皇，爬是何等深奥的礼仪，是让老臣的孙女从宫门外一路爬进您的寝宫吗？哎！赵老，这城内有多少地主？地主是何意？就是有钱有粮有私产大田的那些地头蛇。启禀陛下，鄱阳城内共有红白柳钱5大富户，其中以柳家为最。他们不仅良田千顷，还掌管着盐权和镖局。盐权，盐铁不是自古官营的吗？这柳文来头极大，曾替前朝某位皇子做过不少见不得光的脏活。那后来登基赏下了一页免死金书，允许其养私兵贩私盐。如今柳家生意遍布周边9县27乡，黑白2道通吃。还有更棘手的，传闻前2年花重金供奉了一位用剑的绝顶武林高手。曾有流寇杀入柳家劫财，那高手竟一人一剑，在300人中杀了个7进7出。自此再无人敢惹柳家分毫。战力天花板，那这柳家的存粮多吗？地呢？
击鼓烂仓。回陛下，您现在住的这片皇宫，曾经有一半的地契也是柳家的。这特么就是古代版财阀大后啊！既有钱有地，还有私军，这哪敢跟他硬碰硬啊？老赵，借点地借点粮，但这柳家势力如此庞大，我怕是不好办。陛下多虑了，对付柳家这事很简单啊。很简单？对，陛下只需赐给柳家一些赏赐即可。赏赐？可我现在除了盒饭，连个值钱的花瓶都没有，拿什么赏他？赏他全家今日活着。得罪了。大罗皇帝万岁万岁！原来，在真正的皇权和国家暴力机制面前，那些所谓黑白通吃的财阀，所谓一剑破甲的高手，真的连一只一撵就死的蝼蚁都不如。地有了，粮也有了，康老，恢复全国粮食圣诞全压在你这担保的肩膀上了，能扛住吗？臣领旨，万死不辞。愿立下军令状，不出1年，定让鄱阳城周边的农田恢复到大汉前的正常水平。先别急着立状子，老康啊，你在民间可见过土豆、玉米、番薯这类作物？臣翻遍古籍农，也对这3物闻所未闻呐。看来这架空世界的物种库还得我自己想办法去填。那朕再问你，既然有地了，为何这平民家里都不见有养猪的？陛下有所不知啊，这一是没东西去喂，远不如养鸡稳妥；这二来，猪仔极其稀缺，价格高昂，平民根本买不起啊。没有高产的作物，就没有多余的狗粮，搞不起规模化养殖，这天底下的平民就永远吃不饱饭。我的系统虽是外卖神器，但面对一个国家几百万张嘴时，简直就是杯水车薪。骨头点烂了，偏远的灾民也要2、3天才能分到一份盒饭啊！陛下，那女子该如何处置？哪位女子？就是昨日柳家花重金请来的那位绝顶高手。哦，她呀，一个拿钱办事的打工人罢了。给她拿几包方便面，放她走吧。陛下且慢，奴才斗胆，请陛下见一见她。为何？此女根骨齐家，武功路数极其不凡，她是故意输给我的。在这动荡的乱世，多结交一个这种战力天花板，总没坏处。行吧，我见见。大罗皇帝，民女冤枉啊！冤枉！有股不祥预感瞬间涌上心头，这特么又是要唱哪出？民女薛红梅7岁时家父遭奸人构陷冤死，官府抄家栽赃，民女拼死逃生。听闻大罗谢心怀天下，才潜伏柳家，寻机前来投奔。好一出惨绝人寰的古代武侠复仇戏！就在前2日，民女打探到您一口气招了4位妙龄女子入宫，民女自觉投诚的时机已然成熟，刚准备夜探皇宫自荐，谁知竟碰上了这位公公。他二话不说，一脚踢晕民女，直接就给带回来了。皇上，民女是来投靠的，绝无二心。真他妈招了4位妙龄女子入宫，就是时机成熟了啊！合着我在你们眼里，已经彻底是个荒淫无度、爱好收集萝莉的色鬼了吧？那个红梅啊，吃过饭没？福喜，把她扶起来，顺便帮她把枷锁打开。哼，不劳这位总管大驾，民女自己来。来，先吃点饭垫垫肚子。这黑水叫可乐，我老家的一种饮品，口味独特的很。这个绿色包装的是压缩饼干，当个小零食吃，切记一次不能吃多，容易胀肚。陛下赏赐还不谢恩，傻愣着作甚？谢陛下。吃啊，味道很不错的，反正大伙吃了都说好。那个可乐你尝尝，极其解腻。谁说女子不如男？搞不好过几年，这几位看起来柔弱的女生，还真能在薛红梅的教导下，成为大罗新朝开疆拓土的一方女霸主呢。陛下，臣有万急之事启奏。讲。经探子急报，如今天下已然大乱，北方一名唤红九的草莽率流民起义，西边更是冒出了个红莲圣母的邪教，教主李红莲的信徒遍布乡野。至于其他草头王，更是数不胜数。前朝皇帝奢云无度，国体虽摇摇欲坠，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
当下我大罗若只顾关起门来韬光养晦，不主动出击抢占要塞，恐有国破家亡之祸。老孙，局势已经糜烂到这种地步了吗？就在这半月内，鄱阳城中已接连捕获他国暗卫探子数人。本想苟在鄱阳城里安稳当个种田流玩家，奈何在乱世，生存从来就不是一道选择题。孙老可有什么对策？攻打四境，我大罗境内多高山，但唯独这四境城若是落入他人之手，敌军铁骑便可长驱直入，我大罗将再无安宁之日。虽然我不懂军事，但傻子也能听明白，四境这地方必须捏在自己手里，不然人家天天堵在你家门口揍你。好，既然要打，那就打。你有什么具体的步骤？选将、募兵、开拔。看这老狐狸的样子，难道这场打不了？我大罗刚建国就要完。孙老，最难的是什么？这梁军打仗不比平时，那所耗粮草的数量可是极其庞大的。就这，对孙一他们这帮古人来说，只要有足够的粮草，大罗的国旗他们都能一路出了美洲管饭，其他的啥也不会啊。嗨，我还以为多大事儿呢。孙老，粮草没问题啊，放心。开什么玩笑？老子的系统可是无限量的。陛下，此次四境之战，臣等斗胆请陛下御驾亲征。我上有困难，领导先上。这老头真是我大罗立国尚短，此次若是陛下亲率大军凯旋，必能凝聚军心。这是想借这场必胜的仗，把我这个大罗先帝的威望彻底推向神坛。行，干就完了。这冷兵器时代，又没有800里开外一枪爆头的狙击手，再加上福喜和薛红梅这2大绝景贴身高手护驾，怕个嘚儿！就这么定了！哈哈哈哈！朕御驾亲征。大家一起吃！陛下恩赐，共食！陛下恩赐，共食！老天爷，这是何物？为何如此香甜浓郁？里面竟有花生，还有拉丝的糖蜜，太好吃了！贼老爹没白活，老子这辈子没白活呀！世间竟有如此神物，妙哉啊！从今天开始，在座的各位，朕会先让你们吃饱吃好，有了铁打的身体，才会有天下无敌的战斗力。谢主隆恩，谢主隆恩，谢主隆恩！为了部落 ，Loktar Oga！ 不对，为了啥洛？你听错了，陛下喊的肯定是为了大罗。那后面那句极深奥的咒语是啥？杀戮的萝卜。我听着这怎么像肥而鹰的猴？太丢人了！被这千军万马的阵仗刺激上头了，竟然把现代电匠文化的终极战吼给喊了出来，绝不能解释，一解释这大罗先帝的逼格就彻底碎成渣了。拜见陛下，老臣斗胆一问，不知陛下前几日赏赐给士兵的神物为何物？哦，那个呀，叫士力夹，我家乡的一种小零食罢了。赵老要尝尝吗？陛下，此物可多？不算少，也不算多吧。赵老怎么突然问起这个？陛下，此物乃是极其纯净的精致蜜糖所制，且极易存放。在如今这乱世，糖与盐一样，皆是极其稀缺的战略物资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同于可以在市面上直接流传黄金白银。如果这玩意儿能当钱花的话，那即将到来的四境城之战可就有意思太多了。战争打的是什么？是钱，是后勤。如果我手里握着印钞机，这天下什么样的仗我打不赢？怎么才能凭空造钱呢？简单，只要我疯狂投放，让势力墨彻底具备金融属性，那它就是硬通货。赵老传朕旨意，动用所有人手，把这些势力墨在渤海城及周边乡镇按人头派发，1人3根。陛下恩赐精致蜜糖，味美绝伦，1人3根排好队。这招在现在叫什么？叫地以拉辛，送鸡蛋，送福利。等等，我他妈好像在不经意间在古代搞出了一个垄断性的第三方支付之台，士力卡就是我的交易通道，而我是大罗新朝中央银行间货币发行方。哎呀，我突然就变成了自己年轻时最讨厌的资本家了呢！我还得时不时的抛售一点 A 套餐或者 D 套餐去回收一部分士力卡，保持市场价值的平稳。老马，这次找你是关于攻打四境城的。陛下可是有何杀阵要布？大河县离四境城最近的县城，也是四境城最重要的物资中转站，对吧？是。小河乡因为大河县虹吸效应，这里只剩下些老弱病残，几乎成了一个被遗弃的荒村。明日一早，你亲自挑选20名精战的精锐，带上足量的势力霸，骑快马隐蔽赶至小河乡，在荒村藏好快马，换上普通百姓的衣服，租一辆最不起眼的破马车，拉着货物进入大河县。陛下的意思是，到了大河县，带着势力霸前去各大商铺疯狂扫货，记住绝不讲价，只要是布帛药材，甚至是铁器，如遇官府查扣，立刻舍弃货物遁走，换来的货物全部扔在隐蔽处。每次往返必须更换拉货的普通马车，留2人断后反跟踪。遵命。这招金融渗透布局已经足够了。四境城的市场已经被老子用势力鼓，
给彻底搅浑了。老马干得漂亮！大罗新朝的第一场硬仗，真正的屠刀已经高高举起了。当战争的号角正式吹响，整个盘钧城犹如一台生锈的庞大机器，被强行挂上了高速档。确实是难为孙毅他们这帮巧妇了。说实话，我其实一直惦记着新解锁的 F 套餐自热米饭，但这玩意儿是行军打仗的神器，总觉得必须用在刀刃上，现在拿出来太浪费了。可是这帮进城的王八蛋怎么就不按套路出牌呢？剧本明明是我去打你们啊，怎么变成你们先打过来了？陛下，这是微臣连夜勘测的密斗机关图，连同出城跑路的绝密路线全在上面了。若贼军势大，您随时可以停。老赵啊，我他妈龙椅还没捂热呢，你们就给我规划跑路路线了，这感觉就像人家孩子刚满月，你们就送了块风水宝地的墓地一样，能不能盼我点好？启禀陛下，四境城号称50万大军，已兵临城下，距离我鄱阳城不足5公里处安营扎寨了。5公里？他们怎么敢的？不是传闻四境城主胆小如鼠吗？这等魄力是梁将欲给他的勇气吗？狭路相逢勇者胜，赢了老子就能安安心心种田回所发育，输了18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不疼，陛下，密探来报，什么狗屁50万大军，实际人数顶多1万出头，而且其中一大半是被强征来的流民，面黄肌瘦，站都站不稳。陛下，敌军的队形极其散乱，扎营毫无章法，主帅大旗甚至设在了低洼处，破绽百出。就他们这点人，这等素质，我要是把现代步兵的3-3-G穿插柱拿出来，令人把骑兵放出去，那简直就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了。对手太弱了，用那招太是。大家早点洗洗睡吧，明天看看他们要耍什么猴戏。这是我2辈子加起来第一次见到活的敌国使臣，在我的刻板印象里，使臣都应该是那种不辱使命、刚正不阿的硬汉。可眼前这位呢，瘦得像根竹竿，我真怕他被大殿里的穿堂风给吹折了，然后落个大罗先帝无故斩杀来使的千古骂罪。你就是那个在这个荒城里自封为帝的大罗先帝？放肆！使臣前来有何指教啊？哼，没有指教，本使今日前来只有一事，劝降。狂妄庶子！那个使臣啊，你吃过早饭了吗？什么？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这样，先吃饭，吃饱了咱们再慢慢聊劝降的事儿。哼，想用一顿饭收买本使，这点小伎俩本使见多了。本使今日就要当着你们所有人的面细嚼慢咽，用最优雅的姿态狠狠羞辱你们这帮草台班子。娘的，老子刀都拔了一半了，就给爷看这个，白瞎了老子这一身杀气。就这种被义和犯策反的软蛋，也配让爷爷拔刀？使臣吃饱了，现在你可以接着说你前来的目的了。本使今日前来是为了劝降，我四境城兵强马壮，如今已然把鄱阳城完全包围。行了，使臣，你的意思我理解了。这样吧，今天你先回去，明日朕也会派使者过去回访，咱们谈过之后再说开打的事。那个使臣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回去，后面还有些盒饭，你带点回去给你们将军尝尝。可以呀，使臣慢走啊。赵老，帮我挑个靠得住但看起来唯唯诺诺不太聪明的人，朕要派使者。陛下，从门外进来的这位不就是最天然的人选吗？我操，牛大，你他妈什么时候胖成这副德上了？嘿嘿，跟着陛下成天吃了睡，睡了吃，也不用担惊受怕，这肉不知不觉就长在身上了。行，正好帮你看消耗卡路里。明天你拉一车盒饭去对面军营走一遭，记住全程装神，问你什么你都只管点头说好的好的。送完饭立马滚回来。小臣领旨。你就是鄱阳派来的使者？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可是前来投降的？好的，好的，好的，好的。哦，那可带来了降书。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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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张口闭口只会一句好的，好的，敢戏弄本王，不怕我砍了你的狗头吗？王上息怒，
这大罗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连派出的使者都这般痴傻，能有什么能人异士吧？放他滚！这帮弱牛，刚才距离那么近，我要是直接抱起发难，就他们那细胳膊细腿的，我一巴掌能扇死3个。真不知公子是咋想的，还给这帮家伙送好吃的盒饭，简直暴殄天物。传我军令，3日后攻打鄱阳城，先入城门者赏银1两，活捉大罗皇帝者赏银5两。我操！这节骨眼上可千万别感冒啊！放大罗悬赏令，开战时四境军前100名冲入鄱阳城投降者，赏士力甲1万根；后100名投降者赏5000。只要进城放下武器投降，保底赏1000根。1万根，那就是整整1000两白银啊！这他妈还打个炮的仗啊！老子直接四境城首富了！听说了吗？大罗悬赏前100名投降的赏1000两白银。决战的这一天终于来了，还是古人诚实啊！打你之前还特意发个微信通知一声。大罗将士听令，陛下有旨，今日开战，冲入敌营前100名者，赏士力甲1万根；夺得敌方主将大旗者，赏5万根。干死这帮龟孙子！老子要斩财力亲娘子嘞！全他妈是恶的！谁敢抢老子砍谁！杀！滚开！别挡着老子冲进敌军大营抢旗子！前面那个，给老子留个前沿的投降名额！部将，快把他们拦住！谁说背负血海深仇的女刺客没有春天的？这可是5万根势力棒啊！这场闹剧般的战役结束得极其迅速，唯一的伤亡就是跑得太快的士兵左脚绊右脚摔倒，引发了局部的踩踏事件。从第一块势力疤的投放，到精密计算的金融通货膨胀，再到今天的空投传单，我费尽了心思搞出这一整套现代互联网金融战术，结果害得老子这几千个每天顿顿红烧大米饭喂出来的壮得跟牛一样的正规军，完全就没派上用场。陛下，此良机啊！快趁敌军大营空虚，派骑兵突袭四境城，一举拿下。老孙，不用着急。为何？因为此时此刻，老马应该已经带着人在四境城里吃午饭了。城里的守军听着，出城受降者前100名，赏士力发1万根。1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失去主力的四境城不战而降。在大家不懈的努力下，我们总算是在这片充满不确定性的乱世土地上占据了极其稳固的一席之地。吾皇圣明。说句大实话，从莫名其妙过来到黄袍加炼到现在，我太累了，每天都像踩在棉花上一样，活在一种极度不真实的漂浮感中。各位爱卿，以后朝政大小事务皆由4大内臣全权处理，朕打算好好休息一下了。自此，大罗新朝带着那无法解释的红烧肉、压缩饼兵和势力道，极其魔幻地正式登上了历史的舞台。